医生建议，上年纪宁可夜里憋尿，也不要晚上起夜干这私事。孙爷爷今年刚满66岁，平时身体还算硬朗，唯一让他烦恼的是，每晚总得起夜好几次。一次，他半夜起来上厕所时，突然觉得肚子有些饿，想起冰箱里还有晚饭剩下的饺子，便趁机热了一碗，吃了个饱。回到床上后，没过多久，孙爷爷感觉胃里不太舒服，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，最终折腾到天亮才勉强入睡。第二天，孙爷爷一早去社区医院找李医生咨询。李医生一听他昨晚的经历，连连摇头，告诉他，夜里起来上厕所还能忍忍，但有些事情千万不能做，否则伤身更厉害。孙爷爷一听，心里一紧，忙问道，医生，那到底哪些事不能做呢？一、憋尿无意中为健康埋下的隐患。憋尿听起来似乎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，忙碌的工作、紧张的会议、深夜的沉睡，这些时刻总让人忍不住忽视身体发出的信号，将尿意悄悄按下。然而这种很小的事，却可能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悄悄埋下健康的炸弹。对于那些本身就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，这种状态就像是在心脏上按下了危险的启动按钮。憋尿带来的血压波动、心率加快，极可能诱发严重的心脑血管事件，如心肌梗死、脑梗死等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男性憋尿带来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心脑血管，前列腺这个男性身体中至关重要的器官，也在悄然承受着憋尿带来的连锁反应。结果呢？前列腺炎找上门，甚至可能引发一系列更加复杂的泌尿系统问题。憋尿不仅仅是在跟尿意做斗争，实际上它是在逼迫身体承受本不该有的负担。面对这些潜在的健康隐患，或许有人会想，偶尔憋尿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事实是，这种行为可能看似无关紧要，却会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对身体产生深远的影响。憋尿的危险不仅限于短期的不适，它更像是一个慢性杀手，潜伏在身体内部，随时可能引发一场无法预料的健康危机。在经历了一整天的忙碌后，若因为憋尿而导致睡眠质量下降，身体的修复过程便会受到阻碍。而睡眠不足不仅会让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不佳，还会影响到身体的免疫力，进而使整个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态。这样循环往复，憋尿就像是一场无休止的恶性循环，最终拖垮整个身体。二、比憋尿更伤身体的4件事。夜晚本该是身体休息修复的时间，但很多人却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变成了健康的雷区，尤其是半夜醒来后的那些习惯性动作，看似无害，却往往比憋尿更具破坏性。你是否有过夜里口渴喝水，忍不住吃宵夜，或者摸黑找药吃的经历？一、晚上喝水。不少人觉得夜里口渴是身体的信号，于是起床咕噜几口水，这看起来再正常不过。但问题在于，夜间喝水可能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，喝水会导致膀胱充盈，膀胱充盈则意味着你不得不频繁起夜，结果是睡眠被打断，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。更为严重的是，长期这样下去，心脏和肾脏负担会加重，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存在心血管问题的人，夜间喝水的频繁起夜可能成为压垮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二、趁机吃点宵夜。半夜饿醒了，肚子咕咕叫，这时候再不吃点东西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可实际上，夜间进食会对消化系统造成极大的负担。白天辛苦工作了一整天的肠胃，本该在夜间得到休息，却突然又要开始工作，这无异于强行加班。到了白天，精神萎靡不振，工作效率降低，情绪也容易变得烦躁不安。由此可见，夜间的这一口宵夜真是得不偿失。三、摸黑找药。夜里摸黑找药吃，这种看似救急的行为，竟然暗藏更大的危险。尤其是对于老年人，夜间摸黑行动的风险远比想象中大得多。视线模糊，动作迟缓，一不小心就可能磕碰到家具或者绊倒在地。更重要的是，黑暗中的慌乱还可能导致误吃药物，或用药过量，反而加重身体的不适。与其摸黑找药，不如提前做好准备，在床头放一盏小夜灯或者手电筒，确保夜间行动的安全。四、夜间锻炼。虽说对于健康有益，但也得分情况，
尤其是对年长者而言，过于剧烈的活动往往弊大于利。晚间时分，人的身体状态处于相对放松的阶段，激烈的运动无疑是给身体平添负担。更重要的是，晚上本该是进入休息状态的时刻，剧烈活动容易让交感神经兴奋，心跳加快，血压升高，这些反应会使得身体难以安静下来。结果往往是运动后不但没能好好休息，反而难以入睡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尤其是老年人，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下降，一旦兴奋过度，很难恢复平静，夜间睡眠质量大打折扣，第二天也可能因此精神不振，影响日常生活。从喝水到吃宵夜，再到摸黑找药，夜间醒来后的这些行为，表面上是为了缓解身体的不适，实际上却可能让健康雪上加霜。与其在夜里做这些潜在危险的行为，不如从根本上调整生活方式，避免频繁的夜间觉醒。3. 提升睡眠质量的关键。睡眠是每天修复身心的时刻，但为何许多人醒来后依旧疲惫不堪？为了摆脱夜间的不适感，许多人会在睡前调整姿势，换上更舒适的床上用品，但往往忽略了真正影响睡眠质量的关键因素。通过几个简单的改变，可以让睡眠从凑合变成香甜。首先，减少身体不适是提升睡眠质量的第一步。许多人在夜里总是辗转反侧，原因无非是身体的某些部位感到不适，比如夜里起床次数过多、腿脚抽筋，甚至呼吸不畅等问题。这些看似小问题，其实影响巨大。针对这些情况，预防的措施就是在睡前做好减负准备。老人尤其要注意，如果身体有任何不适，比如关节疼痛、呼吸不畅等，及时服药或调整睡姿都是必须的。这些细节看似简单，却是确保一夜好眠的关键。然后，规律作息是睡眠质量提升的核心。很多人以为只要累了，自然会睡得香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若生活作息毫无规律，身体的生物钟便无法正常运作，结果就是晚上睡不着，早上醒不来。为了摆脱这种困境，必须给生活设定一个固定的节奏。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，都要保持一致的睡眠时间。当然，除了这些直接影响睡眠的因素，饮食与运动同样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饮食不当，尤其是在临睡前摄入大量咖啡因、酒精等刺激性物质，往往是失眠的元凶。虽然有些人觉得喝点小酒能帮助入睡，但实际上这样做只会让睡眠更加浅表，夜里频繁醒来。相反，晚餐尽量清淡，避免摄入过多刺激性食物，反而能帮助身体更好的进入睡眠状态。4. 让健康从睡眠开始，保持夜间的安全是重中之重。夜晚醒来后，许多人为了省事，常常摸黑行事，这种习惯看似无害，却可能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。因此，即使是起床去趟厕所，也应该打开小夜灯，确保光线充足，避免磕碰和意外。同时，床头常备一盏便携的手电筒，更能在紧急情况下起到关键作用。很多人睡前总爱思虑过多，导致入睡困难，甚至夜里反复醒来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，可以在睡前进行一些放松活动，比如阅读轻松的书籍，或者听一些舒缓的音乐。此外，避免在睡前进行紧张刺激的活动，如看恐怖片、处理工作邮件等。这些行为只会让大脑保持兴奋，难以入眠。最后，养成良好的睡前习惯，也是夜晚守护健康的重要一环。喝一杯温热的牛奶，泡个热水脚，都是促进睡眠的好方法。所以睡前的准备工作千万不能马虎。结语：夜晚的守护不仅仅关乎一晚的好睡眠，更是对未来健康的投资。希望本文能够为大家提供实用的建议，让每个人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节奏，真正享受夜晚的宁静与安心。